第一步树立典型，第二步夸大其词，第三步釜底抽薪，第四步坐收渔翁之利。又来刷新大家的认知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有见过哪家动物园里边的动物是自愿走进动物园的吗？有这么一家动物园，全名北大西洋约法三章动物园组织，简称 NATO 啊，不对，应该是 NAZO。这家动物园很特别，他们一般不主动对外发放邀请函。迄今为止，动物园里边的所有动物都是自愿加入的。1949年4月4日，白头鹰、海狸、蓝精灵、高头鸡、约翰牛等12种动物在华盛顿签署了协议，联合创办了这家动物园。目的很简单，就是想通过缔结合约的关系来约法三章，进行集体防御，共同抵御毛熊的扩张。这么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自发结合到一起、抱团取暖的防御组织。没什么毛病，也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出现这么一股看起来与世无争、仿若乌托邦一般的清流，大家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什么是乌托邦？它的概念里边有一个很特殊的词汇——空想。就是因为不可能实现，所以它才叫乌托邦。自然界的底层逻辑是弱肉强食。这家动物园能顺利创办，还发展到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家动物园的外边存在一个个体实力不弱于任何一种动物的强大存在——毛熊。虽然后边毛熊没了，可是对于动物园里边的动物来说，还有大毛呀，那可是毛熊的亲儿子。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外部有强敌，才造就了这家动物园。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外边的强敌没有了，这家动物园还会存在吗？或者说，等外边的强敌没有了，这家动物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这就得从这家动物园的运营逻辑开始说了。它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某个小动物想要加入动物园，随便提交个申请，然后就可以加入了。同时还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我这里简单说2条，也是比较重要的2条。第一，认同动物园价值观；第二，不得携带进攻性道具入园。简单来说，就算是一只老虎想要入园，也得先拔掉尖牙、修修指甲。等动物们满足这些条件，在获得动物园内部一致同意后，便可以加入动物园获得动物园的庇护。以后不管哪个动物欺负你，都将被视为欺负整个动物园。而小动物每年所需要付出的就是一点点的会员费。这就是北大西洋动物园的运营逻辑。现在我来回答前面的问题：如果外边的强敌没有了，动物园还会不会存在的问题，其实没什么意义。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外部的强敌没有了，这家动物园内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作为抱团取暖、进行集体防御的产物，明摆着这家动物园成立的基础是武力。武力则代表竞争，一山不容二虎的典故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想要保持动物园内部的团结安定，首先需要满足的条件是武力不能分散，最起码大部分的武力要集中到一只动物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在发生分歧的时候拥有足够的控场能力。而后加入的动物们有无一例外都进行了拔牙、修指甲等无害化处理，这也就意味着这家动物园必然存在一个武力值凌驾动物园所有动物，甚至凌驾于动物园外部大部分动物的存在。说白了，如果外部的强敌没有了，动物园内部这个集众多武力于一身的动物就是最大的强敌，一个没有竞争对手谁也抗衡不了的强敌。目前来看这家动物园武力值最高的是白头鹰。所以北大西洋动物园内部其实存在2个共识，一个是所有动物共同抵御外部强敌的共识，另外一个则是要保证动物园的安定就需要强敌。这一条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它很诡异，诡异在这一条共识还能具体拆分成2条截然相反的思路。第一条思路来自于白头鹰，它需要强敌，最起码在武力值彻底凌驾于所有动物之前，它需要强敌来保证动物园内部的安宁，替它免除后顾之忧。第2条思路则是来自于除白头鹰以外动物园的其他动物，需要强大的竞争对手来制衡白头鹰。然后大家就看到了很诡异的一幕，本来只是抱团取暖的动物园，攻击性却越来越大。不符合北大西洋动物园价值观的，都成了动物园的潜在对手，包括一些原本保持中立态度的小动物。当然，北大西洋动物园作为一个成立初衷仅仅只是为了抱团取暖的组织，随随便便就露出獠牙，那肯定是不行的。还需要一个方法，一个既可以成功树立强敌，又可以让小动物自愿加入动物园，提升动物园实力的方法。如果是你，你会想出什么样的办法？被动等待还是主动出击？北大西洋动物园选择的是主动出击，但跟平常的主动出击还不一样，进攻意图太明显，容易暴露，所以他们选择了化主动为被动。第一步是在动物园外部设立一个典型，一个足够强大又压制不住动物园的典型。第2步，把这个典型的强大无限放大，越大越好，最好是能让所有动物都觉得这个典型的强大已经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载的范畴。有了第2步做铺垫，接下来就可以推进到第3步了。通过放大这个典型的黑历史，无限放大这个典型所可能产生的威胁，接下来就是等。
等自然界的小动物惊讶地发现，它们原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不见了，竞争对手的强大已经超出了他们所能理解的范畴以后，咱们的北大西洋动物园就可以闪亮登场。我们动物园一贯奉行的都是动物们团结起来，抱团取暖，共同抵御强大的竞争对手。请大家告诉我，那些实力相对较弱的小动物们会怎么选？是争先恐后的自愿加入动物园，还是与世无争，继续观望？平白无故被树立起来的那个典型又会怎么想？是继续沉溺于动物们的吹捧，还是感觉不对提出抗议？可是面对真正实力明显要强于自己的动物园，就算是提出抗议有用吗？至于动物园里边的那些小动物啊，其实已经没有详细说一下的必要了。有意义又如何？顶多就是投票的时候投反对票啊！就这还得考虑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去解释。一个被拔了牙、修了指甲的老虎还能翻出什么样的浪花呀？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退出动物园。可是退出动物园以后，没了牙的老虎又该怎么面对适者生存的自然界？更何况有些小动物连个老虎都不是呀！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